今天来聊一个蛮妙的问题哦。你可能想过，塑胶嘛，明明就比空气重，化学性质也算稳定，怎么会变成那种奈米级的超级小颗粒，对，还能在空气里飘，甚至跑到我们的肺、血液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听起来是蛮违背直觉的。对啊，我们这次看了欧洲、中国、美国最近的一些环境研究，只是要来好好挖一下这些奈米塑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飘起来，对你的健康有什么影响，能怎么办？好，我们来拆解看看。没错，这问题现在全球都很关注。研究已经证实了，空气里，真的有奈米塑胶，特别是都市啦，你开车的车子里啦，还有工业区附近，那个浓度都比较高，有些粒子甚至小于5奈米，非常非常小。哇，但最关键的问题，就像你说的，这些塑胶理论上蛮惰性的，怎么会碎成那么小？对，然后又是怎么克服重力飘在空气中？这个是核心。对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变这么小的？不只是裂开哦，是碎到几乎看不见。这个来源其实有好几个，一个是大自然的帮忙，也不能说是帮忙了，就是光氧化跟热降解。太阳的紫外线高温会让很多塑胶，像是那个包装膜、塑胶地板、油漆，甚至车子的外壳变脆、分解，然后就产生很轻很轻的奈米碎片。再来是机械磨损，这个你可能会吓一跳，像是轮胎开车一直磨，你身上穿的衣服摩擦，水管破掉，家里的电器用久了坏掉，真的连衣服摩擦都有对，这些过程都会产生大概10到100奈米容易飘起来的粒子。哇，那真的是无所不在还有一个是燃烧，不管是森林大火、垃圾焚化炉，或者只是抽烟，甚至你在家里煮饭，那个塑胶锅铲不小心过热，都可能产生碳化的烟雾，里面就有很细的黑色胶状粒子。天哪，好，所以它们变小了，来源很多，但接下来这个飘到底是怎么回事？塑胶再小还是有重量吧？怎么可能一直飘？这就是奈米尺寸的奇妙之处了。当粒子小于100奈米的时候是那个布朗运动，就是空气分子会一直不规则的撞它。我知道，就是微小的粒子会被撞得乱跑。对，那个力量加上热对流，就够让它们在空中撑着了。而且这些粒子在摩擦产生的时候，常常会带静电。静电？对，所以在室内有静电场的话，它们甚至可以飘在那边好几个小时。哇！还有一个超级关键的机制，叫做气溶胶载体。气溶胶载体那是什么？就是说，这些奈米塑胶会粘在或者被包在水汽的小水滴里面，或是那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就是很多产品会散发的化学气体凝结成的气溶胶上面。搭便车的意思。没错，就是大便车。这些气溶胶本身就能飘很远，穿透力又强，就变成奈米塑胶进入我们呼吸道的交通工具了。再加上都市热岛效应啦、密闭车厢啦、冷气房这种稳定的微气候，都有利它们一直飘在那。了解，所以是小尺寸加上搭便车。好，那关键问题来了，这对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吸进去，真的有关系吗？这个就是现在研究的重头戏了。目前的发现是，如果粒子小于20奈米，它们就有可能穿过我们肺部最深处的那个肺泡，然后呢，就进入血液循环了。进入血液？对，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它们甚至可能突破保护大脑的那个血脑屏障，还有保护宝宝的胎盘屏障。真的假的？连那边都挡不住？有这个可能性。毒理学研究也指出，这些奈米塑胶可能会引发身体里长期的慢性的发炎，也可能导致细胞坏死，甚至基因突变。哇！还有，会可能增加血栓的风险，对心血管、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甚至生殖系统都有可能潜在的影响。而且这不只是推测哦。
最近的研究是真的在人体的胎盘、母乳、血液、肺部组织，甚至心脏里面都实际验到了奈米塑胶。天哪，听起来风险真的不能小看。那我们家里不是都有空气清净机吗？有 HEPA 甚至更好的 ULPA 滤网，那些挡得住吗？这点来源报告有特别点出来哦，就是说传统的 HEPA 跟 ULP， 它们对付像 PM2.5 或更大的粒子效果很好，这没问题。对，可是要拦截小于100纳米的粒子，那个效率就掉很多了。所以没什么用。对这些最小但潜在风险可能最高的纳米塑胶来说，你家那台很厉害的清净机可能效果不大。哇，那怎么办？所以报告就建议，第一，要加强监测，我们需要更厉害的技术，像有一种叫纳米粒子追踪分析，英文叫 NTA， 它可以真的看到、数到这些超小粒子的大小跟数量。同时也呼吁说，我们是不是该建立国际性的纳米塑胶空气品质标准，就像 PM2.5 那样，譬如说弄个 MP0.05 代表小于50纳米，或 MP0.01 小于10纳米的标准。哦，这有道理。报道里还提到一种，还在概念阶段的进化技术了，叫做空气六效迷宫清净系统。迷宫？对，它不是只靠一片滤网去挡，而是用比较复杂的方法，像是控制气流方向，用静电吸附，还有设计像迷宫一样的通道，让那些超小的粒子在里面绕来绕去，最后被抓住。听起来很复杂。对，目标就是特别处理那些30纳米以下的塑胶微粒，还有粘在上面的有毒物质。关键就是要对付那些传统滤网抓不到的漏网之鱼。了解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聊下来，空气中的纳米塑胶，不只是真的有，而且情况可能还越来越糟。对，它们的来源很多元，连我们日常的磨损都算。然后透过很小的尺寸，还有搭气溶胶便车这些机制飘在空中。而且已经证实会进入人体深处，带来一堆潜在的健康风险。但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空气清净机对它们效果可能不太好。是的，没错。来源报告里有一句话形容的蛮贴切的，这是一场还没被大家广泛承认的隐形战争。隐形战争。对，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超小的粒子很可能就这样绕过我们现在的防护了，这里有个问题，也许你可以深入想一下。在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普及之前呢，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或者一些生活习惯里，有没有哪些地方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增加了你接触这些奈米塑胶的风险？有没有哪些小小的改变是我们可以先开始思考或者试着做做看的呢？